我们继续 Ins 平台快速开发客户这个系列。今天讲的第2节，多号批量标记和提及。标记和提及一般是在发帖的时候使用。那我们通过现成的案例给大家看一下。比方说，这个做巴西市场的饰品账号，我们找一个他的帖子看看，什么是提及？这个在帖子中 at 其他的用户就叫提及。发这种帖子有什么效果呢？这种带提及的帖子发布后，被提及的用户会在手机端弹出一个消息通知，提示谁在帖子中提及了你。对方只要点开这个通知，就可以直接看到帖子的内容，然后标记在帖子中是长什么样的。比方说，这个帖子一般是在图片中出现了这个黑色图标，我们点开就可以看到标记的用户。这个帖子标记了3个用户。那我们点开一个，到他的主页看看，所有标记该账号的帖子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是这个帖子，对吧？发帖的时候带标记目标用户，对方的手机端会收到通知，提示谁在帖子当中标记了你。对方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帖子的内容。那第2点，对方的粉丝也可以通过标记导航看到我们发的帖子，所以发带标记的帖子可以让对方和对方的粉丝看到我们的帖子。提及和标记目标用户的数量，我们一般建议一次控制在20个以内，太多的话容易受到平台风控。所以说，发一个帖子就能够给这么多目标客户发通知。这种营销的方法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。那这期视频，我们通过以下4点，外加一个日志管理，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。第1点，标记跟提及使用的场景有2种。第1种，用大量小号去群发，引流到大号或第三方聊天工具进行聊单。第2种，直接用大号发帖，流量引向自己，聊单成交。顺便说下小号，我们推荐要做一些基本数据的包装，比方说给小号涨个几10个粉丝，每个帖子有条件的话，做10来个点赞，头像做的真实点。如果你用小号跟潜在客户互动，有些客人会直接在你小号里发消息询价，所以小号建议还是要私信互动，不然会错过很多的询单。这个情况很多团队在做客户开发的时候都有碰到过。使用我们的软件，可以让每个 Ins 账号在独立的浏览器窗口打开，这种浏览器多开的方式非常适合多账号聊单等互动。小号做好包装后，聊单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。做的稍有规模的 Ins 商家账号，它主页的标记导航里会有很多带标记的帖子，比如这个账号，它粉丝量也比较大，这标记里有很多的 Ins 用户发的帖子，目的是引流到他的账号里。比如像这个号，他的粉丝量也是不错，像这种是用自己的大号直接引流。那今天介绍的第2点，介绍一下2个专门在帖子当中使用的系统标签，一个是在帖子中提及用户，一个是在帖子中标记用户。然后接下来讲第3点，就是帖子开发性的写法。不管我们用标记或是用提及，那我们的帖子文案内容一定要写明白我们的目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引流到一个主号，要写清楚主号和其他联系方式，这些是系统标签，昨天介绍过了。然后这个是 Spin Text 格式，随机取一组话题标签，在最后放提及这个系统标签。
然后我们继续来讲第4点，软件中批量帖子标记和提及的参数设置。那我们这边放已经登录的原账号，为了演示，我们第一个位置放这个大号。好，放在第一个。我们假设这个小号是我们的目标客户，我们待会来看他收到的通知。我们复制到目标用户了。比如，我们要开发的是 B 端客户。那我们查一下这个账号的抓取记录，加载一个巴西市场的饰品商家抓取记录。打开过滤器，使用这2个过滤语句，把饰品的商家过滤出来。全选后，复制的格式是账号数据。这2种格式都支持，一种是账号名，还有一种是账号数据的格式。我们推荐的是账号数据的格式。然后，帖子内容中如果含有提及或标记的系统标签，那它会从目标账号中去取 ins 用户。这边设置一次取多少个目标账号，比如15个，最多不超过19个。那这个循环源我们不设置了，默认不勾选。这边设置一个账号，一次发多少个帖子，发含标记或提及的帖子，建议一次发1个。这个是每次发帖的时间间隔，比如说是20秒。帖子素材的目录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那我们就用这个素材，先删除一上次的发帖进度。这边智能选项要勾上，意思是发的帖子中的标题必须使用这边的内容。那如果发大量的帖子，这边自动切换 IP 的模块要勾选上。一般我们设置5个，发5个带标记或提及的帖子，就换一个 IP。如果账号比较多，我们这边的线路也需要比较多。那设定完毕之后，点保存，点击添加到任务。任务 ID 是83，我们到任务管理界面，右键菜单，开始任务，软件已经自动帮我们在发帖了。我们可以一直等待软件帮我们把所有账号的帖子都发完。今天因为演示，就不等了，把任务停止掉。我们可以看日志，每个账号发1个帖子，总共发了2个帖子。已经提及的目标用户，这边进度显示有30个。刚刚是使用这个账号来发帖子的。我们刷新页面看看。这个是刚刚发的帖子，2分钟之前。我们看下帖子的内容和文案中的内容，我们对比下是否一致。刚发的帖子马上就有几个人点赞和评论了，效果这么好吗？待提及的帖子，我们发布之后，对方的手机马上就会收到通知。如果他在线的话，回应还是很快的。你看这个马上就有人点赞和评论了，说明对方在线，并且收到了通知提醒。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再来演示在帖子中使用标记。我们把提及标签改为标记的系统标签，把文案中最后一个标签替换掉，把已经发过的目标账号删除掉。我们把在30行之前的目标客户全部删掉。我们还是用这个小号来演示我们收到消息的效果。把这个2个使用过的原账号删除了，使用剩下的账号来发帖子。为了加快演示速度，我们把 IP 切换模块先关闭掉，间隔时间也改少一点，删除上次保存的任务进度，然后开始任务。
我们就不等待软件继续发帖了，把任务先停掉，先看演示的效果。这个是刚刚发布的帖子，我们在浏览器打开看看。我们先找下我们标记的目标用户，我们点开来看一下，帖子中已经标记上了15个目标用户。帖子发布成功后，每一个 ins 目标用户的手机端都会收到通知。我们到其中一个用户的主页中看看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发的帖子出现在对方的主页中，对方的粉丝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帖子。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小号的主页看看，在小号的主页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发的带有标记的帖子，然后这里也收到通知。所以说，发一个带标记或提及的帖子，它就能够做到分别给15个潜在客户发信息通知。这2种开发客户的方法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那一个账号如果权重不是很高的情况下，一天可以标记或提及目标用户数量大概是20个，所以我们推荐一天发一个帖子就可以了。发太多了，账号容易受风控，比如帖子的内容发不出去，或账号被限制发帖等等。第5点，我们还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任务日志管理。我们所有能在任务管理界面运行的任务，任务执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会记录在日志中。比方说，我们刚才这个任务 ID 是83，我们到日志管理中找到 ID 为83的任务日志，这些是前几天的日志，这些是今天发帖的日志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记录的每个动作，方便我们对账号、IP 线路、营销策略等方面进行跟踪，便于我们做运营维护。以上5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视频内容。关注主播，带你了解更多外贸黑科技。